通膨就是这个时代金融体制的癌症啊，就是长这样，任何国家都在那边通膨哦。那通膨对你来说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我的版本很简单，就是看你有几间房子，在你老的时候，如果你有0间，通膨绝对是重创你的那个暗黑大魔王。如果你有1间哦，那通膨对你来说就是一般的野怪哦，那个叫做自助没差嘛哦。如果你有2间以上哦，甚至5、6、7、8间、10几间、20几间，此时通膨就是你的朋友，就是你的部下哦。至少现在的版本答案是长这个样子，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你有0间的时候晚年你有0间房子就没房子，那你要怎样？你要找地方住啊，住要租金租金是会通膨的，租金是会越来越贵的，刚刚的影片已经算过了好，那如果你身上只有1间，就人家常常讲的自住房价涨不涨，涨或跌根本没差那你剩下的花费你就是靠你自己的积蓄OK， 这是1间的情况。那变化球就是以房养老专案以房养老现在很不流行，以后一定会大大流行就是把房子做抵押品，然后你是继续住的，那银行每个月给你钱生活，等你挂了以后它收回去，或是剩余的价值看继承还是怎样那如果你有2间以上我告诉你，你就稳了你就稳了，因为你自住嘛，你会消耗掉其中的1间房子，那你其他间房子正在收租金，收通膨后持续通膨中的租金来作为你的生活费。当你需要用大钱或是钱没了，那你就买1间嘛，因为你有2间以上了不婚不生该买房吗？帮你算一下不买房的风险有多高。先说结论风险超级高啊！就算你已经先预估好了存多少钱可以退休，但等你老的时候，花费绝对会超过。像日本一对夫妻他估计存到2000万日币，他们就要退休了，因为他那个年代，他算完购买力他就是认为他就是2000万日币，结果从退休到过世，他们总共花了3500万日币。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未来房子要卖给谁？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不婚不生该买房吗？这是我们来聊一个东西一个新闻。来，标题我念一下：不婚不生，月薪6万，不想买房，网劝自己有1间比较好。简单讲一下这个内容，就是这个原 po 现在薪水大概6万，然后自己的日常开销加房租是可以控制在1万5以下。那当然有出游出去玩什么的就会花到2到3万，但是每个月都可以存到钱都存股票这样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原 po 现在的打算是不婚不生，然后退休金抓个1000万这样等老了以后看是要住养老院还是长照中心还可以有一堆朋友这样这个想法也蛮有趣的好，一样先说结论，要想清楚我也不是要酸你或是干嘛，只是1000万的退休金你2024看叫做足够当你到2064看的时候，应该叫远远不够。所以你要知道，房租很便宜，到时你也付不出来来，我们来算数学题来帮原 po 算一下花费。为了方便理解以下都你来叙述。你说你现在的房租1个月是5000，那我们就假设你现在30岁还遇得到那个佛心房东，那就算70岁退休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你30岁的时候法定65岁退休，那你70岁的时候法定真的是70能退休吗？这个都不知道好，那假设70岁退休的时候，那个房东还是愿意用5000块钱租给你租到你挂好了租到你假设90挂好了好来，那你房租应该是多少？现在的这个租金指数年增率会落在2%，图在这里主计处的统计近年受通膨压力及升息等因素刺激，租金年增率明显上扬，年增率持续站上2%以上。方便算我们算2%就好，计算过程直接省略，那个很无聊。以房租5000块，年增率2%来看，40年后的房租会飙升到11040元，然后你住到90岁的话会涨到16405元那 OK， 那你这20年之内要付掉的房租是328万，
那我来算你的生活费，1个月1万就好，20年的总生活费大概在240万，两个加起来就是基本的开销，叫240万加328万等于568万。假设你退休的时候手上只有1000万，那你可支配的金额就只有432万，要去过20年。不要忘了这个还是用5000块等级的房租去算。如果你一旦要去住养老院，要看医生，要去干嘛？养老院现在1个月大概就是4万起，你应该住没几年就没钱了，没钱的时候怎么办？那最后你要知道，买房才能够保障你的退休生活。我现在不是在讲买房自产我真的只是单纯在讲说自住的情况。为什么我要一直强调至少要先解决自住再说解决自住，那接下来你爱投资什么你去投资什么嘛。我们这种人，我们只是选择了解决自住以后，我还是在房地产去做自产投资我的投资我看超长的。房地产投资人应该是各种产品的投资里头，那个好听叫眼光最远难听叫我们根本都懒得去管我们随便都是3年、5年、8年周期的就这样。我们只是选择继续在房地产这边那你到时候你爱做股票你去做你有自住房搞定了以后没什么问题爱去就去。我们再来看一下隔壁棚日本的案例。来，标题我念一下：日本夫妇准备421万退休不够花通膨害他临终还负债315万，再留子孙。就一对夫妻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说存到2000万日币就可以退休，所以他们60多岁就存到2000多万日币就给他退休了。然后没想到遇到日本的疯狂通膨，还有一堆开支以前没有料到的一直跑出来不能省，看医生啊、房子修缮啊，什么有没的，5年之内花掉1/3。然后等这对夫妻90多岁过世的时候，对外已经欠下了1500万日币，就再留子孙。对啊，这个比较活生生的案例。这对日本夫妻还有儿女帮忙去还。原 po 说的不婚不生又没房子，到时候银行怎么借那现在银行还会推出这个以房养老的政策。那你有听过以股养老吗？对不对？股票的股等你过世以后，由银行接手你手上的股票，你觉得这个方案未来会发生吗？很奇怪那这个也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强调投资自产只是一种选择，但你至少你要先解决到你自住的需求。就算你没有下一代，还是可以让这间房子保护你，去养你实现所谓的以房养老。那你解决自住问题以后，你爱买股票你就去啊那你爱买基金你就去啊你爱做虚拟货币你就去啊很 OK 的。我们只是继续在房子这里而已好，来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了不婚不生该买房吗？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网友的看法，他觉得他自己不婚不生退休金只要存到1000万台币，他就不用买房子。那我就直接算给你看就是住在5000块租金的套房里，住到90岁，1000万就剩不了多少了。那如果按照他还想去养老院或干嘛，应该没几年就花完了。我也分享了日本的新闻一对日本夫妻就真的实施了存到一定数额，然后就给他退休，存2000万日币退休，结果完全错估了通膨的速度跟意外的花费。当他们过世的时候，不但2000万花得干干净净，还倒欠1500万日币，再留子孙这样。所以我还是建议你不管你想不想要买房自产来做投资，你都要先解决掉你自己自住的需求。未来就算情势再坏，你都还可以发动以房养老。到时候如果你手上一堆股票没有房子，你看银行要怎么借给你让你以股养老。我都会先讲不然怕忘记。那个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在做的玩具买房阿元高雄地图。这个是我做好玩的啦。你也知道我现在都住高雄嘛，没事我都跑来跑去吃喝喝这样，索性我就把这些 YouTube 有推荐好吃的跟好玩的都在地图上标一标真的我平常没事我也是看一下人家拍高雄美食在讲哪些店，我就去吃这样然后顺便把我做的重大建设功课我也给它写上去。如果你放假要来高雄玩，或是来高雄看房子都可以来看这张地图，那就可以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或是有哪些重大建设。你如果想要看这张地图的话，你就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或是点开资讯栏的连结就会看到了。你也可以在 LINE 传给别人那记得要用浏览器打开不要导引到它的 Google Map 上。Google Map 这个 App 打开后有问题，就用浏览器看就好了那顺便再推荐一下，
高雄自产的房仲店，我自己是都找高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的房子都是他们帮我处理的超过10年了。除了一般的买跟卖以外，还有其他有的没的啊，帮忙整理装潢拉租金啊，或是出租找租客啊，代租代管，他们都能帮忙。真的，我们合作很久了我跟他说好一个行情价啊，基本上都是可以卖到这个行情价格稍微往上一点点，速度蛮快的，没事他也不会一直来就打扰我们这样。我是真的很信任他们我现在的买卖持续都还是跟他们做所以你有房子，高雄房子你要买或者你要卖你要装潢什么的，那你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说你是阿元的观众那助理他们就会好好的去服务你。我自己也有加他们平常也会 po 房子嘛，我跟你都是看一样的房子真心推荐。现在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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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记得说是阿元观众那我也知道台北人虽然很多都跑来高雄买房子，可是台北人其实更钟情于自产台北一堆人问我有没有推荐的台北房仲，这是只能抬出我的前辈了来这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台北市、新北市他们都有服务新北很远远到淡水他们都有服务的，买或卖都 OK。这位前辈也是很厉害只要是台北相关，我有不懂的重大建设或工程进度，我也是都问他。他在地产圈也是很有名主要服务高资产族群。但先说前提你要自产台北市，你实力就要够，这个是全台湾最顶级的巅峰战场自备要大概500以上吧，这就是常态。好啦，台北跟高雄我最推荐的房仲我都跟你讲了那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看一看他们 po 的自产物件。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来讲八卦讲八卦，就还是看你怎么去看待通膨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通货膨胀通膨就是现代金融体制的癌症就是癌症。我之前影片还讲它是肿瘤，不知道良性还是恶性，现在看起来一律即使它初期是良性都会转变成恶性。通膨就是这个时代金融体制的癌症就是长这样，任何国家都在那边通膨那通膨对你来说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我的版本很简单，就是看你有几间房子，在你老的时候，如果你有0间，通膨绝对是重创你的那个暗黑大魔王。如果你有1间那通膨对你来说就是一般的野怪那个叫做自助没差嘛如果你有2间以上甚至5、6、7、8间、10几间、20几间此时通膨就是你的朋友，就是你的部下至少现在的版本答案是长这个样子。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你有0间的时候晚年你有0间房子就没房子，那你要怎样？你要找地方住住要租金租金是会通膨的，租金是会越来越贵的，刚刚的影片已经算过了好，那如果你身上只有1间，就人家常常讲的自住房价涨不涨，涨或跌根本没差那你剩下的花费你就是靠你自己的积蓄OK， 这是1间的情况。那变化球就是营房的以房养老专案以房养老现在很不流行，以后一定会大大流行就是把房子做抵押品，然后你是继续住的，那银行每个月给你钱生活，等你挂了以后它收回去，或是剩余的价值看继承还是怎样那如果你有2间以上我告诉你你就稳了你就稳了，因为你自住嘛，你会消耗掉其中的1间房子，那你其他间房子正在收租金，收通膨后持续通膨中的租金来作为你的生活费。当你需要用大钱或是钱没了，那你就卖1间嘛，因为你有2间以上了如果你只有2间，那你就卖掉其中1间。你一旦卖掉1间到时候几千万打进来，你又可以撑好几年甚至好几十年，你都有钱花，不怕没钱那如果你有3间以上那你就是到时候就是看情况牺牲召唤牺牲1间房子召唤10年的老年生活，安稳的生活之类都可以我就是想要这样所以我在那边自产就是自这种的晚年的时候房子多一点这样可以一直牺牲召唤。那你现在这样想一想，你有没有觉得2间让你没有安全感因为我要是牺牲召唤一次
那我就剩自住。哦，那要是一次那个花的钱哦，他让我拿到的钱哦不够我用，哦不够我活到90岁、95岁的花用，那怎么办？到时候怎么办？又怕挂掉哦，然后但又挂不掉，那不是很痛苦吗？不管有没有子孙哦，都是这个情况。如果我有个5、6、7、8间哦，那我就没差了，对不对？心里就会踏实很多。反正我知道牺牲召唤，牺牲召唤，牺牲召唤，像我一路活到了大概150岁，我都还会有钱花的状态，那我就不会怕了哦。这个就是人生的后盾，人生的安全感，这就是晚年生活的保护伞，就是房子哦，就是房子。通货膨胀哦，是现代金融体制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哦，任何国家都会发生通货膨胀。那房子啊，它能很大一部分呢去抵消，也不是讲抵消，就是它的价值哦，价值跟价格不一样哦，它的价值没有变，应该说价值还是变低的情况，因为它屋顶越来越老，可它的价格会一直上去，到底是在涨什么？就通货膨胀。正常来说应该要叫通货膨胀，可是现在因为炒作啊或干嘛会又额外拉出一大段哦，那个我们先不讨论，但就是通货膨胀，通膨哦跟房子的关系哦，你不用听我的，因为外面有一堆 YouTuber 啊或是一些科普文讲的比我还清晰哦，有逻辑很多，但我就是认为 OK， 手上有多间房子，直到出现了那个所谓的安全感之后哦，那晚年生活通通获得保障。我一个人生活，那我就准备几间；我有一家子人生活，那我就要准备很多间。对我来说，房地产的意义就是这样。什么炒作，什么自产，什么从化区，什么重大建设，其实还好。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兴趣。我就是要晚年生活的时候，非常的稳健安稳，都有钱可以花，可以把晚年生活甚至家人的生活照顾得好好的啊，这才是我做房地产我的目标。那跟你分享，这样子，你一旦有了这样子的眼光，就不会去跟人家搞什么短期炒作，然后45%，然后各种想方设法去闪税，然后闪税又被国税局约谈，然后搞得乌烟瘴气。就是长期自产收租，然后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车做个好房东，这样你晚年生活就会很有保障不是吗？一间不够，那就2间2间不够就3间看你的安全感到什么时候出现。那我目前当然是还没有充足的间数让我有那个安全感，所以我还在这条路的路上。你说我压力会不会很大？哪会？房子那么慢，你给它买下去之后，该干嘛干嘛，该上班上班，认真本业，专注本业就去弄，然后等到存一存，钱又够了，那我们再去买。钱够了现在又有信用管制，信用管制就信用管制5成就5成那我就真的去看手上的5成能买什么东西，在蛋黄区之内的像上一集的内容。那就给它买下去然后又一样放生出租，就这样跟你分享。